之前，据我国官方媒体报道，美国派遣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在我国台海海峡穿航，在其穿航我国台海区域时，有多架美军侦察机也在偷偷摸摸地搞些见不得人的小动作。据我国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在社交媒体上放出的部分卫星图片可看到，从美军舰进入台海区域时就已被监测到，由于故意沿着台湾南侧试图绕过中国的监测网络，以窃取台海情报的行为更是被中国卫星发现。自美国新政府上台以来，对中国就屡有冒犯，像这次无视中国警告，非要穿航我国台海区域的行为，已经是第5次了。美军还在宣称，美军派遣舰艇出行台湾海峡是在国际法的允许下航行，更是为了保证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美方大肆宣扬美在台湾海峡有自由航行的权利，跑来台海区域演猴戏，其实就是为了安台当局的心，让他们明白他们的美国主子是不会放弃他们的。美海军刚一高调宣布要穿航台湾，台湾有关媒体就立马跟进，把美国的猴戏当作胜利的号角，幻想一旦台海冲突，中国大陆准备武力统一时，台军能和美国军队联合起来夹击解放军，最后获得胜利。也不知道这些媒体和专家是不是天天吹牛，吹得自己都神志不清，竟然真的以为他的美国主子会在台湾与中国大陆发生冲突时顶在最前线。真到了那一天，美国说不定跑得比谁都快。除了让台当局安心以外，还有就是美国战略计划的需要。近年来，美国一直在强调要重返亚太，要把重心放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为此都撤走了不少在中东的势力。而且，美国国内两党争斗都需要拿中国做噱头，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也是大有市场。美国的民族主义者更是看不惯中国的发展，在台海搞事符合美国霸权的需要。但是美国没算计到的是，中国的卫星早就把美国的一些偷偷摸摸的举动监测到了。中国卫星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早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美国妄想绕过中国的监测网络，利用舰艇打掩护，从而掩盖美国侦察机的动向，简直像在给我们演猴戏。东部战区发言人也在近期表示，将不惧一切来自美方的威胁和挑衅，军事力量早已部署好，美方要来我们就奉陪到底。反正中国卫星早把美国的动向看得一清二楚，无非就是让东部战区的解放军亲眼看着美国在台海区域耍猴戏而已。那些所谓的威胁和挑衅，我们根本不怕。美国在1战、2战中可谓是收获丰厚，以至于开始在全球耀武扬威，让其他国家为美国俯首称臣。可惜美国国运终究只有这么多，如今已然成为众矢之的，被众多国家孤立。最近巴以冲突中，美国更是一次又一次给中国送大礼，甚至舍己为人，把自己送给中国当垫脚石，搞得中国不笑纳都不好意思了，只能给美国送上一张好人卡了。据媒体报道，近日巴以冲突越来越严重，以色列在众多国家的呼吁中，不仅没有停火，甚至还不断升级冲突。目前巴勒斯坦死亡人数远远超出了以色列的数十倍，死亡儿童人数更是令人叹息。在这样的情形下，本月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中国一直在努力促成联合国对巴以冲突的声明，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美国一票反对，否决所有。直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4次否决联合国声明。为此，据路透社援引一名外交官的话来说，美国在联合国已经被孤立，毕竟不是所有国家都像美国一样，就像是赵立坚此前3问美方一样，美国为什么不阻止巴以冲突，反而火上浇油？美国为什么把穆斯林人权挂在嘴边，却对巴勒斯坦人权漠不关心？美国常常用国际规则来为自己谋求利益，却为什么阻止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联合国对巴以冲突采取行动？如今不仅是中国想要这样问，全球都在这样问，不然也就不会爆出美国已经在联合国被孤立了。不过换个角度来说，美国这样做无疑是在给中国送上一份大礼，而且这份大礼还是以美国自己为垫脚石送中国更上一层楼的。美国作为国际大国，不仅无法处事公正，还借此打压异己，谋求私利，完全无法承担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对此，国际社会自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几次3番对中国施加压力，操控舆论不遗余力地抹黑中国的原因。不过，如今美国却把登场亮相的机会拱手交给中国，至此国际社会将如何看待中美两国，也就可想而知。就像是知名分析人士牛弹琴所说的，中美在美国不断作死的情况下，已经悄悄互换了位置，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的领头羊。对此，美国自然也是知道的。所以，就像笔者此前有一篇文章写的，美国也正是因此才会在台海继续挑衅中国，大肆炒作穿航台海，甚至非法闯入西沙领海，不过是想报复中国，继续炒作威胁论罢了。不过，美国的算盘显然是打错了。美国拱手相让的优势送给中国的大礼，中国还会借此滚雪球，让这个优势越来越大。
从当前局面来看，中美对抗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期。基于前段时间美国对中国所做的种种，外界纷纷担忧，一场中美大战很有可能一触即发。更为危险的是，在印太地区，美国拉拢印太盟友一起对抗中国的决心，已经如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美国频繁触及我军底线之时，日本和澳大利亚也罕见表态，称一旦中美发生战事，日澳将根据具体情况派出相应的部队配合美军行动。可以想象，在接受到美国及其盟友如此多的恶意以后，中国对美挑衅行为的容忍度也将再度降低。遗憾的是，美国并没有准确接收到这一信号，并且还听信了莫里森的鬼话。日前，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将中国挑衅的回击比喻为传统武士，言外之意，莫里森认为中方应对挑衅的回应举措只是表面功夫，并不具备实际的打击力度。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在莫里森讲出这番话时，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大麦、葡萄酒、龙虾等都因为检疫问题被中国拒之门外，这引得澳大利亚商贩叫苦连天。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制裁举措已经在澳大利亚国内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并将会对该国的 GDP 造成毁灭性影响。毕竟中国已经连续多年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所以莫里森的这番话也招致了澳大利亚各界的反抗。但是不了解真实情况的美国似乎真的把莫里森这番话听了进去，更加认定了中国对于挑衅的回应只是单纯的表面功夫。日前，美国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再一次实打实的触碰到我国的底线问题。据南部战区消息称，美国的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在没有得到中方允许的情况下，擅自非法闯入我国的西沙领海，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挑衅举动。显然，美国也自信地认为中国不会采取强硬的回击措施。相比美国对待战斗民族俄罗斯的小心，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美国似乎是屡屡破戒。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一向主张强硬的戴旭上校的一句话，犹如雷霆一样，一直在耳边警示国人：中国展现的善意已经足够，如果一味的容忍，只会让美军更加得寸进尺。或许现在真的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刻，美军舰的挑衅举动已经符合了击沉的条件。戴旭上校建议直接击沉的做法，如今看来已经十分有必要了。如果美国执迷不悟，这一天一定不会让国人等太久。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一直积极奉行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也始终心系更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对需要中国帮助的国家，中国每次都是全力相助。但是国内有不少民众对中国给予其他国家大量援助不满，再加上中国的援助也不是每次都能得到应有的感谢和报答，包括对柬埔寨的援助，就有不少网民担忧，柬埔寨会不会和之前的某些国家一样辜负中国的援助？那么此次中国在柬埔寨的事情上做了冤大头吗？柬埔寨政府是否也会学习某些国家辜负中国好意吗？中国与柬埔寨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1958年7月，中柬两国就正式建交。20世纪70、80年代时，作为柬埔寨首脑的西哈努克还在中国远程领导了柬埔寨反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斗争。中柬两国的关系在进入21世纪以来，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两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柬两国除了在政治友好往来，在经济上也深入合作。柬埔寨对外签署的首个双边自贸协定就是和中国签订的。我国企业对柬投资也在逐年递增，在军事、文化等其他领域，两国亦合作密切。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并不是如某些人担忧的送钱给人要不回来，中柬贸易也是顺差的。中国在对柬埔寨的援助中，既同柬埔寨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在国际社会上收获一个关系友好的伙伴，又促进了我国企业出海，提升就业，增加国民 GDP。虽然柬埔寨与我国贸易是逆差的，但是柬埔寨用从中国进口的设备和产品，从而促进了对欧美的大额出口。例如柬埔寨从中国进口纺织原料和机械设备，之后经过柬埔寨国内的加工生产，产品随即出口到欧美国家。可以看到，中国和柬埔寨一直是互利互惠、互信合作的，这又怎么会是冤大头呢？但不是所有人都希望中柬关系友好的，有些国家和媒体就巴不得中国的盟友都做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最好早点同中国闹翻。近日就有日媒称柬埔寨过度依赖中国，恐对柬埔寨不利。日媒还称有外界批评柬埔寨在成为北京的代理人，但柬埔寨政府并不是外媒挑拨离间这一套。柬埔寨首相洪森在20号的
会议上直接反问：如果柬埔寨不依赖中国，还能依赖谁呢？洪森强调并感谢了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他表示，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从来都是真心实意，而不是如有关国家只是嘴上说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援助，柬埔寨不会有如今的发展。洪森政府向中国表达的不会忘恩负义、辜负中国援助的态度，也是在我国援助他国的一次良好反馈，让中国人听了很舒心。所以不需要担心中国会做谁的冤大头，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忘恩负义，中国向外付出的总会有得到回报的那一天。经济上的支出固然重要，但同时也要明白多条朋友多条路的道理。